这里就是北京的大观园公园。大观园位于北京西城区的南菜园附近，在明清两代，这个地方就是皇家菜园。84年的时候，因为要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这里就建成了大观园。目前的大观园是国家4A 景区，门票40元，老年人可以免票。今天带大家逛一逛这个大观园。这两天有不少网友希望我能拍一拍北京的大观园。今天是11月23日，北京的天儿特别好。进入公园大门，首先被一大片假山所遮挡。这是《红楼梦》书中所说的曲径通幽。曲径通幽，只有穿过这假山中的羊肠小道，才能看到大观园内的风光，体现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建筑特色，这叫藏景。大观园的面积实际上并不是很大，总共13万平方米，里面有《红楼梦》里大观园提到的40多个景点。我们先逛一逛西边，这个是滴翠亭。亭子建在水面上，前面看到的就是怡红院。怡红院是贾宝玉在大观园里的住所，这也是大观园里最富丽堂皇的一个院落。服侍宝玉的人也有40多人，所以院子很大。怡红院是宝玉与园内众多姐妹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电视剧里很多的剧情都发生在这里。记忆比较深刻的是晴雯撕扇子，还有刘姥姥醉卧怡红院。院落里有5间正座，3间抱厦，还有东西配房各有3间。正房上写的是怡红快绿，这是元妃省亲时写的。看一看里边的摆设。记得电视剧《红楼梦》里扮演贾宝玉的是欧阳奋强，应该也是他唯一的一个代表作，据说后来他做了导演。从怡红院出来，这边景色挺美，还有漂亮的小山和上山的走廊。相信60、70年代的人当年都看过电视剧《红楼梦》，当时可谓是万人空巷。《红楼梦》这部古典剧作也终于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和了解了，可见电视剧对于名著的推广功劳真的很大。这里是栊翠庵，妙玉住的地方。妙玉并不是贾府的人，而是王夫人请进来的。因为整个大观园是为了迎接元妃省亲而建，所以里面的房子非常多，最终一共住了金陵12钗。妙玉只是一个带发修行的尼姑，在整个《红楼梦》里，这个人物都非常的神秘，甚至感觉非常的清高自傲，天性怪癖，不喜欢任何俗气的东西，却才华横溢。我记得当时看金陵12钗的年画，
这个庙宇是最漂亮的。这个地方就是妙玉日常打坐修行的地方。这是位于大观园中轴线上的沁芳桥。沁芳的意思就是水都浸透着一种芳香。这里也是宝玉、黛玉经常约会的地方，林黛玉见桃花诗社也是在这里。这个地方很美，波光倩影。在它的附近就是黛玉住的地方，潇湘馆。如果说《红楼梦》这部小说里最有知名度、最让人牵肠挂肚的，就是林黛玉了。林黛玉是贾母的外孙女儿，也算是宝玉的姑表妹，很有才气，会作诗。这个潇湘馆里种了大量的竹子，整个院落精巧纤细，而且在整个院落中的油漆色彩上都是用了冷色调的斑竹做。黛玉给人的印象总是寄人篱下、以泪洗面的一种形象，当然也有清高多愁善感的性格。不过这种性格的女子在当今的社会是不吃香的，喜欢的人也不会多了。电视剧林黛玉的扮演者是陈晓旭，大家印象深刻。非常可惜的是，陈晓旭本人也真的如林黛玉一样体弱多病，比较早就病逝了。但陈晓旭扮演的林黛玉也可以说是非常经典，难以超越了。这是潇湘馆的后院。大观园里的水域面积还是比较大的。《红楼梦》书中所描述的大观园简直如仙境一般。园中的这一片区域非常美。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水面的倒影很漂亮，完全看不出是冬天的感觉。这个是大观园中轴线上的藕香榭，在电视剧《红楼梦》里，这里出现的场次也很多。这个藕香榭四面临水，左右都是走廊，亭柱上有副对联，还吊了一副芙蓉影破归兰桨，灵藕香深谢竹桥。大观园是《红楼梦》中贾府为元春省亲而修建的别墅，由元春题的原名叫大观园。里面建筑是非常多的。这是蛙京西馆，在这里通过水面赏月是非常美的。但是黛玉在这里赏月却触景生情，写出了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花魂的凄冷诗篇。蛙京西馆实际是凸壁山庄的对景建筑，两处建筑一上一下，一高一矮，一山一水，都是为了赏月而设的。这个就是凸壁山庄，当时贾母就是率着众人在这里赏月。这是大观园里的省亲牌坊，牌坊上写着省亲别墅。省亲别墅的正殿就是这个顾恩思义殿。这组殿宇式的建筑在大观园中是气势最雄伟、装饰最华丽的。元春是贾府的长女，四春之首，也是贾宝玉的大姐。贾府里的二姑娘是迎春，三姑娘探春，四姑娘惜春。元春10几岁便被选入宫中，后来加封了贤德妃。大观园就是为了迎接元春省亲而建的，所以这个别墅非常庞大华丽，也安排了宝玉和12金钗住进来。
这个大观园除了拍摄电视剧《红楼梦》，还拍过很多电视剧，包括《还珠格格》也在这里拍过。别墅正殿的后面是大观楼、坠锦阁和寒芳阁，整组建筑都非常宏伟华丽。大观园毕竟是《红楼梦》小说里的建筑，整个规模和气势真的超过了恭王府。我们再往大观园的东侧来看一看，这里有几个《红楼梦》中12钗的住所。这是贾府三小姐探春的住所秋爽斋，不过正在维修，没有开放。穿过这个夹道，就是贾府四姑娘惜春的住所暖香屋。据说这里面是大观园最暖和的一个地方。惜春是最喜欢画画的，冬天的时候，惜春在这里画画都不觉得冷。离暖香屋不远的地方就是稻香村，这是李纨的住所。和大观园里其他的建筑不同，这里有些田园气派。现在来到的是坠锦楼，这个是贾府二小姐迎春的住所。院门上写着紫菱洲，因为迎春的谥号是叫灵洲。迎春的性格比较懦弱，出嫁后1年就被丈夫虐待死了。迎春的住所是叫坠锦楼，因为大观园里还有一个叫坠锦阁，两个不是一个地方。不知道为什么，感觉今天所有的庭院里，坠锦楼是最富丽堂皇的。院子也大，景观也漂亮，还是个2层楼。大观园里还有几处风景不错的地方，这个是红香圃，这里是赏花地，芍药和牡丹争奇斗艳。在大观园的西北角还有一处重要的地方，就是宝钗住的地方。这个住所读起来比较拗口，叫恒武院。其实小说里薛宝钗是个冷美人，但是电视剧里演出了一副大家闺秀的样子，所以当时很喜欢薛宝钗。这就是薛宝钗的住所，感觉挺凄冷的。这是北京的龙潭湖公园，有人把它比喻成小颐和园。周末的一场大风降温，让北京直接进入了冬天。虽然气温只有3、4度，但是阳光明媚，下午还是出来晒晒太阳。今天来到了北京的龙潭湖公园。龙潭湖有东湖、中湖、西湖3个公园，其中中湖和西湖目前是免费的。听说西湖修了1年多，刚刚开园，过来看一看。
龙潭湖可以说是我最熟悉的北京公园，因为在公园附近生活了30多年，想起来现在也有10多年没有来过了。据说龙潭湖是明朝的嘉靖年间为烧砖制窑而挖出来的大片洼地，形成了一片水域。解放前这里就是一个臭水沟，解放后这里开始开挖人工湖，梁思成为这个地方起名叫龙潭湖。这个是龙潭中湖，20-30年前这里建过一个大型游乐场，后来游乐场拆除关闭了，留下了这个摩天轮。这个龙潭中湖公园面积还挺大的，但总的来说，龙潭的西湖和中湖里面的建筑不多，一般作为周围市民散步跑步的地方。不过看起来这个龙潭中湖目前的建设还挺美的。只是不知道这个摩天轮目前还能不能运行。感觉这个龙潭中湖和以前年轻时来过的地方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来到了龙潭湖的东湖，也就是真正的龙潭公园。龙潭公园算是一个4A 景区，门票2元。目前龙潭公园里的建筑基本都是85、86年那时候建起来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当时高中的3年，几乎天天晚上吃完晚饭都到这里来背书学习，所以对龙潭公园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当时建好的龙潭公园曾被誉为小颐和园。这个是龙吟阁，一组非常美的建筑。也算是北京园林中独有的水上楼阁。夏天这里最美，都是荷花。湖面上有很多野鸭。现在进入了冬季，湖上的游船都停止运营了。看着黄鸭子的船和小鸭子，真是相映成趣。前面是百龙亭，非常漂亮的一个亭子。亭子的形状就似一条金色的巨龙。龙亭，龙潭公园也是很多北京市民最喜欢的一个公园，很多人来这里跳舞。据说龙潭湖公园里的跳舞的人和紫竹院里面的跳舞的人水平都是最高的。正好空地上有一群人在跳舞，欣赏一下。感觉这里的人最喜欢的是藏族舞蹈。
据说苏柯老师生前也经常在龙潭公园跳舞。这几位大姐跳得真不错。目前的龙潭湖，包括西湖、中湖和东湖，整个面积是非常大的，整个水陆面积有120公顷，光水面就将近有700亩，比什刹海、后海和积水潭的总和还要大。龙潭公园最著名的是因为每年春节的时候都举办庙会，好像在北京的庙会里，龙潭庙会目前是最大的。办庙会的时候，这里人头攒动，店铺众多，每年光店铺招标都能引起轰动。记得00几年第一次拍卖这个标王，一个小摊位7天时间竟然拍出了5万多，当时可是轰动一时。后来每年这个黄金摊位都要拍卖，据说前2年最高达到了17万一个摊位。这个是龙潭公园的中心岛，这个是公园里最漂亮的一座桥——双星桥。连续几天的狂风，竟然还没有把树叶掉光。这个就是从远处看到的双星桥。岛上有个龙潭剧场，觉得做得很失败。湖边有一座碑石亭，石碑的碑。在亭子的后面有一个龙字石林，石林里汇集了甲骨文、篆体、金文，还有后代的著名书法家和名人题写的龙字，一共200多个。对龙潭公园的印象太深刻了，除了在这里看书、读书、跑步、唱歌，每年来看庙会，留下了太多的记忆。这边又有一群人在跳舞。感觉来龙潭公园跳舞，不穿一身民族服装，表现得专业，都不好意思跳了。龙潭公园为周围的老百姓提供了很好的健身场所，都可以买月票5块钱，普通游客也只有2块钱。不过有庙会的时候门票就贵一点了，但是送的比较多。这是公园东岸的一些景点和建筑。